第11章龙山对峙，没有言语。思夜与秦岚只是隔着满目疮痍的街道，静静地看着彼此。那一瞬间，凤丞相被按住了呼吸。风停了，人声散尽，连血水顺着石缝流动的声音都仿佛慢了半拍。围在四周的人，不论是护卫、杀手，还是躲在远处偷看的行人，都在不自觉地后退。他们知道，接下来发生的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的层次。秦岚的手稳稳握在刀柄上，那柄刀太沉了，沉到光是看着就让人心口发紧。宽厚的刀身上，细密的纹路一层层叠合，像龙鳞，又像山岩，被岁月反复打磨。刀未起势，压迫感却已惊铺满整条街。龙鳞刀，他没有摆出起手势，只是往前踏了一步。下一瞬，刀起，没有试探，没有虚招，一刀自上而下，像山崩。空气被硬生生劈开，街道中央的碎石被震得跳起，又在刀势位置之前便被压碎。那不是速度快，而是力量太过集中，让人避无可避。撕夜抬剑，舞剑迎上，枪声音沉闷的不像金铁相击，更像是两座山第一次正面碰撞。撕夜的脚陷进了石板，碎裂的纹路以他为中心向外蔓延。他的手臂一沉，气血翻涌，却没有退。他硬接了，周围传来压抑不住的惊呼。这一刀换做任何一个人都该被劈成两段，可撕夜站住，舞剑微微震颤，剑身泛起一层极淡的光，像是在适应那股恐怖的重量。撕夜的呼吸沉稳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秦岚眼底闪过一丝赞许，他没有停。第二刀横扫而来，这一刀更快，却更沉。撕夜紫剑出手，却不是攻，紫剑贴着舞剑的剑脊滑动，像一条影子缠上了主剑。那一瞬，舞剑的重量仿佛被重新分配，沉中多了一分流动。撕夜侧身，硬生生把横扫的刀势引偏。轰！街边一整排屋檐被震碎，瓦片如雨落下。撕夜反击，舞剑前送，没有花巧，只是一次，简单直接。可那一次之中，却蕴着刚刚承受下来的全部重量。秦岚瞳孔微缩，龙鳞刀立刻回挡，又是一声沉响。这一次，秦岚退了半步，只半步，可这半步已经足以让周围的人心中掀起惊涛。秦岚却笑了，那不是冷笑，也不是轻蔑，而是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畅快。他再次踏前，刀势一转，如龙翻身。龙鳞刀在他手中完全不像一柄重刀，刀影翻飞，却没有一丝多余，每一次挥动都是最短最实的路径，是大力沉，却精准到令人心寒。撕夜被迫连连应接，每一次碰撞都是一次对气血对筋骨的考验，他的气势却在不断攀升，像山在长。舞剑的光芒越来越凝实，紫剑开始变了。他不再游离于外，而是一次次贴回舞剑，像水融入河流，引归于形。每一次贴合，舞剑的重量便多了一分深沉，也多了一分圆融。阴与阳开始真正重叠，众人看得发怔。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画面，一边是龙，翻江倒海，威势无双；一边是山，不动如月，却在一次次撞击中愈发厚重。龙鳞愈沉，舞剑愈沉，整条街都在他们的对撞中颤抖。秦岚的呼吸开始变重，不是疲累，是兴奋。他已经很久没有打得这样痛快了。自多年前遇到那个男人之后，他便再没有遇过能逼他全力出刀的对手。那些年，他站在高处，看着所有人仰望，久而久之，连刀都懒得拔。可现在不同，眼前这个男人正逼着他一刀一刀把自己逼回当年的状态。他的眼神越来越亮，招式也越来越狠。他开始主动压迫，不再只是对撞，而是一步一步把撕夜往街道中央逼去。那里地势最低，四周墙壁破碎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。他要把这座山
逼到无路可退。司业感觉到了，他没有慌，他的心反而异常平静。每一次后退都是一次沉淀，舞剑在他手中越来越稳，子剑的存在感却越来越淡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彻底融进了主剑之中。司业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子午从来不是两柄剑，而是一柄剑的两重状态。秦岚忽然停了一下，只是一下，他看着司业，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，惋惜，真正的惋惜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那声叹息在这片紧绷的战场上显得格外清楚，像是在为石魔送行。下一瞬，他的气势彻底变了，龙鳞刀被他双手握住，不再有任何变化，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气势都在这一刻开始收敛，不是散，是凝，凝到一点。周围的人只觉得胸口一闷，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住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刀若出，便是结束。就在秦岚决心以下，杀招将出的那一刻，街角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，不大，却极清楚：“住手！”那声音像一颗石子投入翻涌的气场之中，刹那间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被拉了过去。同一时间，不语的脑海里忽然掀起了一道声音，尘封已久却熟悉的让他心口发颤：“雨儿，跑，快跑！”那声音带着急切，带着恐惧，带着他已未早就遗忘的温度。他的脸色瞬间苍白，而战场中央，秦岚的刀已经起势，司业的剑正要迎上，千钧一发。那一声驻手，让整个凤城的命运在这一瞬间产生了偏移。